全国掀起了下海潮。拉我出戏。哎呀！老娘给你脸了是吧？妈，我们回来啦！这就是大勇吧？大勇啊，这彩礼的话，你家小妹儿都跟我睡过了，你们还有脸跟我要彩礼？小兔崽子，你怎么个事儿？我去，你这个女人敢打我！有事儿好好说，我不撵。晦气玩意儿，滚出我家！那你先走。他现在这个样，我看除了我还有谁稀罕娶她？你是没上厕所吗？怎么张嘴就拉？她最近肚子都大了一圈，说不准已经怀了。咋的？还想赖账啊？这不等着你来投胎？你赶紧的，说不定还来得及。嫂子，我说你这妮儿长得这么周长，怎么年纪轻轻就眼瞎了呢？走，跟我去医院。听你嫂子的。万幸没怀上。结婚这事儿可不能将就，嫁个混蛋不如不嫁。嫂子跟传言很不一样。小妹，你是怪嫂子自作主张赶走那个人渣吗？其实我早就发现他的暴虐，他威胁我敢分手就杀我全家，我一直怕。那就好，那就好，回家，嫂子给你做你最爱吃的虾。我哥和嫂子结婚结得很仓促，嫂子又是孤儿，他们领完证，嫂子2床被子一卷，坐上我哥的摩托车就过来了。妹儿啊，你这咋了？愣半天？没啥事儿，咱快回去吧。难道家里来客人了？这申叔拖了我们家好几年工钱，要钱都灰头土脸，无赖得很。那个工程就给你们跟着吧。森叔，我还打算去找你呢。找我干哈？森叔，你这些年拖欠我爸和易阳的工钱，少说也有大1万了吧？也是时候还钱了。我怎么可能不还钱？那你倒是还啊！老李家的，你看看你这个儿媳妇，有她这么跟长辈说话的吗？你好好管教管教。俺听儿媳妇的。森叔，3年前白纸黑字写的明明白白，别想抵赖，赶紧还钱。大妹子，俺工地要进料，再宽限俺几天行不行？别找借口，3天不还，俺有的是办法收拾你。你们给俺等着！媳妇儿，他最无赖，欠好多人钱都不还。他不还，俺有的是办法，该要的钱1分不能少。下一个。媳妇儿，申叔他肯定是忘了，钱没到。走，回家，今儿个必须要回钱。翠呀，这能行吗？能行吗？这个太香了。走，去森叔家。翠呀，咱们过去是要怎么做啊？可别跟他闹起来。不会动手吧？爸妈，你们啥也甭管，也甭说话。待会儿到了他家门口，就两眼无神的往地上一躺，时不时哀嚎2声，越可怜越好。小妹，待会儿能哭多大声就哭多大声，越惨越好，最好能把周围的街坊邻居都引过来。哭的时候记得揉眼睛抹鼻子，装得越委屈越好。易阳，你就站在我面前，多拦着我点，装作劝我的样子，别让我真动手，也别让森老三欺负到咱们头上。我哭不出来怎么办？妹儿啊，你听嫂子跟你说，有一计，熏一熏，保证哭。这点别浪费了，晚上做洋葱炒肉。黑心包工头森老三欠农民工工钱不还，竟干些吸血的缺德事儿，大家快来评评理啊！快来看看这个无赖！咋跟森老三闹起来了？这
年头哪有拖人家工钱一拖就是6、7年的？俺老爹老娘年纪大了，常年吃药，家里穷的叮当响，连药钱都凑不齐，都没钱治病啊！哎呦，俺们快饿死了，没钱治病，活不成了。你快还钱吧，我们要治病要吃饭。我小妹当年多渴望读书，成绩也好，就因为沈老三拖欠工钱。我明明是学渣，辍学是自己不想读啊。好可怜啊！俺想读书，俺想上学，都是申叔，都是他害俺不能读书啊，好可怜。没想到孙老三是这种人，拖欠人家工钱这么久，太缺德了。就是啊，人家老李一家多老实啊，天天在他手底下干活，吃苦受累，搬砖混泥，啥脏活累活都干了，他居然还拖欠工钱。氛围渲染的差不多了。孙老三，你给俺出来，别躲屋里当缩头乌龟，欠俺家里还。你他妈演够了没有？赶紧带着家人滚！哟，森叔，您老在家啊？俺还以为您躲出去了呢。害俺们在这儿等了这么久，白浪费这么多力气喊你。刚在睡觉，没听见你们的声音，不然早就出来了。废话不多说，一阳和俺爸3年的工钱，给你去个零头，一共1万，今天必须还。大妹子，给俺个面子，你们先回去，改日森叔亲自带着钱上你家去给你们赔罪，行不行？森叔，你的话俺可是一个字都不敢信情了。你3天前还答应俺今天还钱呢，俺可不想再被你骗了。今儿个俺就一直待在这里闹，让所有人都知道你是个拖欠工钱、说话不算数的无赖。你老李，你们这么闹就太难看了哈！俺跟咱这片的包工头可都互相通着气儿呢。你要是再跟着你儿媳妇这么闹，你就不怕以后没人敢给你们活干？你们全家都喝西北风去？我还是听我儿媳妇的，她做的对。你该还钱。你个窝囊废，你就不能自己做主一次吗？你这辈子就只能听女人的话吗？你活着还有啥意思？森叔，你可别犟了，俺媳妇说到做到，真要是把她惹急了，她真的能干出拆门的事来。大妹子，俺这一时半会儿也真的拿不出那么多钱，你们不如先回家去，俺再想想办法向朋友借借，一定尽快把钱凑齐，行不行？森叔，你别跟俺来这套，俺不吃你那套。你该借，该跑银行，俺们一大家子就在这里等着你。反正一天到钱就这里赖着，不吃不喝就很认真。也好让街坊邻居们都看看你这个拖欠工钱不还的无赖嘴脸。等十里八乡都传遍了，看以后谁家还敢去给你干活，看你还能接得到工程不？哎呀，森老三克扣伙食费耍无赖骗人！森老三克扣伙食费耍无赖骗人，还我们血汗钱！太饿了，好可怜啊！服了你了，钱转过去了，你们赶紧走。媳妇儿、小妹儿，钱到了。走，今儿个嫂子请客，带你们下馆子吃顿好的，犒劳大家。服务员，来油焖大虾、红烧肉、炖排骨。媳妇儿，那以后俺和俺爸就不能再跟森叔干活了，咱没活干咋赚钱啊？以后你和爸单干，自己接活，自己拿钱，再也不用看别人的脸色，也不用怕被人拖欠工钱。可靠我们自己能接到活吗？俺们嘴笨，不会说话，也不会揽活，以前都是别人给活干，俺们才干的。怕啥？总好过跟着森叔只干活不拿钱，受那窝囊气。况且爸和一阳为人实诚，做工仔细，不愁没人看上。而且俺跟妈也会出去赚钱，咱们一家人齐心协力，日子只会越来越好，肯定能过上好日子。俺没什么用，赚不到钱的，俺啥也不会，只会做家务做饭。妈，你怎么会这么想？单说你做的饭就比这馆子里做的还要好吃，香得很，俺们都爱吃，这就是你的本事啊，咋能说自己没用呢？真的吗？俺做的饭真的那么好吃？那我们是要开餐馆吗？现在还没这个本钱，妈，你先跟俺跑倒菜贩子，咱先从小的做起，慢慢积累本钱，等以后有钱了再开餐馆，让你当大厨。嫂子，那俺呢？俺能干点啥呀？俺也想赚钱，帮家里分担。小妹，你啥也不用干，你得去读书。俺初中就辍学了，俺一看书就犯困，根本不是读书的料。倒是20岁还去读书的，听着就有点怪，甚至会被人笑话。别愣着，读书是正事儿。以后你们赚钱，俺们供小妹读书，以后她就不用像我们一样卖力气了。一共17块8毛。嫂子，花这么多钱买几本书也太贵了。只要你能好好读书，将来有出息，这点钱不算啥。这些书都是你需要的，好好学，别辜负嫂子的期望。
嫂子，俺现在帮忙赚钱不好吗？俺多赚点钱，家里就能轻松点，你和妈也不用那么累了。不好，你才20岁，正是读书的好年纪，你要好好读书，将来考个好大学，找个好工作，不用像俺们这样靠卖力气赚钱，受别人的气。可是读书不就是为了赚钱吗？像村里那几个罕见的大学生，大家到最后不都是在攀比工资吗？不对，读书不只是为了赚钱，更重要的是为了明事理、长见识。明事理能干嘛？至少不会再让你遇见像你前男友那样的渣男。就算遇上了，你也会懂得怎么避开，怎么保护自己，不会再像以前那样被人欺负还不敢反抗。书里难道会有危险人物清单，写着俺前男友的名字？小妹，嫂子也只是小学学历，没读过多少书，只是之前打工闲的时候会找些杂书来看看，懂得少。小妹，你要好好学习，将来有出息了，就是你来教嫂子了，教嫂子认字，教嫂子明事理。嫂子，你说怪不怪？俺现在看书居然一点都不犯困了。那是因为你之前营养不良，身体不好，才容易犯困。现在家里条件好了，吃得好了，身体也壮实了，自然就不犯困了。哎呀，嫂子，我这脑子都快跟不上了，感觉学啥都费劲。哎呀，你可别谦虚了，你那脑子好使着呢，就是累着了，补补就好了。念安呐，快喝，这鱼头汤补脑子，能让你学得更好。咦，今儿咋这么早就回来了？哎，俺俩一大早赶到招工地，但是俺们不敢吆喝，没人雇俺们。没事儿，你们嘴笨不会揽活，让俺张翠兰去会会，帮你们揽活。各位老板，看看俺们家这2位师傅，为人实诚，做工仔细，干的活又好又快，价格还合理。不管是砌墙搬砖还是装修，啥活都能干。有需要的老板赶紧来雇俺们。这个咱妈是啊，这个咱马子是不是？是啊，真稀呗。行，那你们俩明天来我家，给我家装修房子，我家就在镇东头。哎，行，哎好。一阳啊，咱干完活别给人主人家留麻烦，做人就得老实点。好不容易有东家愿意雇俺俩，可得仔细喽。你们俩干活真不错，我这还有几个朋友家里也需要装修，我给你们介绍介绍，你们去给他们干。这没了孙叔在中间克扣俺俩，咱这一天就挣了10块，比以前1个星期挣的还多啊！翠呀，谢谢你，要是没有你，俺们俩还不知道啥时候才能接到活呢。谢谢啥？我们就应该齐心协力，一起赚钱，一起过上好日子。你们好好干，把活干好，以后雇主自然会越来越多，不愁没活干。翠，还是你保管吧，你比俺们有主见，知道该怎么花钱，俺们都听你的。得，都是一家人，那就俺来管着。俺会把钱存起来，留着给小妹读书，留着给家里应急，再留一部分做俺们的创业本钱。时间过得很快，不知不觉就到了冬天。嫂子的商业版图开始提上日程了。翠呀，喝点红糖水，别累着自个儿了。没事儿，妈，以前在村里帮人看孩子，闲下来就翻闲书看，后来在小商品市场帮人看摊子卖袜子，那老板娘教会了我认字算账。像你爸和你哥这种给私人包工头干活的，有活干的时候就1天5块钱，没活的时候就1分钱没有。今天把你们叫来是有个事儿跟你们商量。爸妈，森叔那儿讨回来的钱，加上咱家以前攒的，去掉小妹的学费350，添了这个煤炉，还有一些杂七杂八的，现在一共有1200块钱。我想用这笔钱做本钱，倒腾菜。倒腾菜？我问过了，县城南街那个大集，一个摊位1天才收5毛钱管理费。咱们星期6大集摆1天摊儿，能卖的货带足。要是把王大爷家的带白菜拉到城里的农贸市场去卖，1斤卖个5、6分钱，咱们能赚，他也能落点现钱。就算1天只赚几块钱，也比坐在家里强。翠呀，倒腾菜说出去是不是不太好听？街坊邻居会不会笑话？爸，凭自己本事挣钱，有啥不好听的？我听说人家南方那边好多农村人进城卖菜卖鱼的，比工厂里上班的挣的还多。将来咱把钱挣了，谁敢笑咱？小妹，你说呢？嫂子，我跟你干。第2天一早，嫂子的倒菜生意就开始了。嫂子收菜的第一个门槛是找货源。嫂子围着附近几个村子转了1天，回来的时候脸上脖子上铺了一层黄土，嘴唇干得起皮，头发丝里都嵌着灰，但她眼睛里亮着光。王大爷家的大白菜，刘婶家的土鸡蛋。
张家庄老李头家的一头大肥猪，还有孙奶奶家的萝卜和红薯。哎呦我，嫂子你咋真厉害呀？那可不，这眼瞅着天越来越冷，再不收白菜就冻坏了。可我老了，收不动，孩子们都在外地打工，这满地的菜怕是只能烂在地里，给明年的庄稼当肥料。大爷，我收了，1分钱1斤，我收直接拉走。嫂子去收鸡蛋的时候就没那么顺利了，被刘婶放出来的大鹅追了一路。刘婶儿，哎，但嫂子没就这么放弃。俗话说，吃人嘴软，拿人手短。行，那鸡蛋就3分钱1个，都给你了。哎，猪是同村的张屠户帮忙杀的，嫂子出5块钱的手工费，一头160多斤的大肥猪，毛猪收购价每斤8毛钱，杀完去头去腹脏，净肉110多，算上猪头、猪蹄和猪下水，嫂子把所有账目一笔一笔在本子上，又用算盘复核了3遍，嘴里念念有言，算盘珠子噼里啪啦响了一整个晚上。出发去赶大集那天，凌晨5点的天还黑着。嫂子带着俺们从村里把货都收完，装上车拉到城里去卖。鸡蛋可得看好了，别颠碎了。知道了吗？够了够了，妈别裹了，再裹就拿不动了。嫂子，咱们今天能卖多少钱？咱先卖，卖完了数钱就高兴了。大爷，我们就在门口站10分钟，卖完就走。关事。来看看咱这鸡蛋，保准你满意。妹儿啊，这猪肉怎么卖？9毛1斤，大姐。土猪肉，您瞧瞧这肥刀，大棚猪肥刀薄，一炖就化，没嚼头。土猪您带回去红烧出来的那个味儿，香的能把隔壁小孩馋哭。国营店里才8毛1斤，大姐，国营店那是什么猪？那是收上来的饲料猪，好肉坏肉搅在一起，搅成馅儿卖。您看我这肉。里脊是里脊，五花是五花，肥瘦分明。您瞧瞧这5花3层，做红烧肉正好。他舍不得的花，总有人舍得。你看对面那个，给我来3斤。哎，好嘞。那时候市场上已经有不少人用假钱，找您3毛钱。嫂子说，面上花花绿绿的大票子尤其容易出假，小票子倒是少见，这些都要当面点清，不走眼。大哥，这是我们老家放养的正宗土鸡，全是吃稻谷、吃苞谷长大的，肉紧实的很。您要不要带一只回去尝尝？这种人就不爱提着活物到处走，怕人笑话。下次我给他杀好了装袋，他就要了。嫂子，人都散得差不多了，收拾收拾回家吧。10块、11、12、12块22。刨除本钱，净赚17块8毛。翠呀、念安，你俩快吃点东西，休息会儿。妈，今儿头一天，能挣这个数很不错了。爸和一阳在工地上累死累活一整天，一个人也就挣5块钱。俺们在集上站半天，就挣出他们2个人3天的工钱了。走，趁着晌午人少，咱先把收摊的东西送到寄存处去。下午拉着板车去棉纺厂那一带作几趟。还是老规矩，大集卖新鲜的，家属玉卖剩下的。回头再让一阳和爸把那些卖不掉的菜拉去城东的工地食堂，便宜点出给他们不亏。鸡蛋，土鸡蛋哟，多少钱1斤？7毛，大姐。土鸡蛋，蛋黄通红的，给我来2斤，你送到楼上来行不行？行，嫂子，我跟你去。正好，哎，我就爱吃这种蛋，炒出来香。你家还有啥？还有白菜、萝卜、红薯，都是自家地里起出来的，新鲜着呢。
你们村的猪肉怎么卖？9毛1斤，大姐。你要是要，下个集我专门给您留一块最好的五花。那我要3斤。你下个集还这个时间来，我等你。妈，你先歇着。猪肉今天卖了46斤，9毛1斤，41块4。鸡蛋卖了差不多10斤，7块。白菜38斤，1块9。红薯12斤，6毛。这几天一天比一天好，照这个势头，1个月下来能赚500、600。媳妇儿，今天工地上菜全卖光了。说清楚，怎么回事？有个工友一下子买了5斤萝卜，说他媳妇儿怀了身子，就想吃咱家这种地里刚起的。还有一个大工一口气要了10斤白菜，说过年带回家。他在城里买的白菜没味儿，咱家的闻着就香，以后还要。爸，一阳，你们明天上工的时候多带些去，要是好卖，回头我把周边的几个工地都跑一跑。快起来，今天逢大集，得赶早。小妹儿，起来没？赶点事儿接到啊！你哥我可是把猪肉拉回来了。今天多带点货，冯大姐说要领邻居来，不能让人家扑空。哎，嫂子，我过来呗。这鸡蛋是土鸡蛋不？多少钱1斤？7毛，大娘。您看看这蛋黄的颜色，这可不是龙马鸡能比的。翠兰，这是我对门的张嫂，这是隔壁的李婶儿，这是楼上的小刘。都是自己人，菜都是刚起的，鸡蛋也是新收的。给我来5斤鸡蛋，5花肉给我留3斤，白菜我要2颗。翠兰妹儿真是实在，以后我就认准你家了。哎，妹儿啊，我们厂的大食堂一天要买好几百斤菜，你们家要是能供得上，我去跟我们后勤主任说说。冯大姐，你说真的？你们这摊儿交管理费了吗？你们有进货票没有？有卫生许可没有？这鸡蛋出了问题谁负责？哼！我是城关工上手的，交了1个月5块，管理处的票在这儿呢。大哥，你是管市场的，你执法得出示工作证吧？万一你是冒充的呢？就是啊，咱妹子说的对，执法得出示证件，这是规矩。可不是嘛，这小伙子我看着也不像工商嘴的。你等着！是不是？嫂子，这可怎么办？念安别怕，没事儿。这种人我见多了。就是今天这事儿不像是随机抽查。小妹妈，最近咱得多注意些，收的货一定要检查仔细，以防有小人故意整咱们。不过也别太担心，只要咱们不偷不抢，该交的钱都交了，货也是好货，谁来也不怕。妹子你真行，就你刚才说的，我就认准你了。以后我们就买你家的菜了。好的，兄弟们，娜姐的先带老嫂子，放子好了。嫂子，这也是真饭给彭小子偷来了。婶子，今天鸡蛋收了多少？哼，鸡蛋没了，没了。上次不是说好今天来收吗？我说没了就是没了。翠儿啊，我才知道你收我鸡蛋4毛5，城里卖7毛，你倒手比我挣的还多。果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婶子，话不是这么说的，我收你的鸡蛋不用你跑路，不用你风吹日晒，你坐家里就拿钱，我拉去城里还要摊位费，担卖不掉的风险。你要是觉得亏，咱们可以再商量价钱。不用商量，你也别想低价收我们菜了，不然我们就一起举报你。鹅蛋已经被人订了，我们以后不卖了。那猪不卖了，我自己拉去城里卖。翠儿啊，这可咋整？那些人不卖给咱们了，咱们拿啥去卖？妈，急啥？让他们去卖。我看他们就是眼红，咱们辛辛苦苦跑市场，他们把菜收走省了多少事儿，现在看赚钱了，就想自己干。爸说的对，但眼红归眼红，他们能不能干成那是另一回事儿。听说他城里1斤白菜卖5分，给咱们才1分，黑心不黑心？胡说嫂子城里1斤白菜卖5分，给村里才1分。嫂子，他们这么胡说八道，你就不生气？生气有啥用？嘴巴长在别人身上，你管不住。等他们自己卖了菜，就知道日子不好过了。不过也不是所有人都这样。翠那孩子不容易，嫁到李家，一家子全靠她撑着。咱们不能干那缺德事儿。就是，翠给的价钱公道，咱们省了多少事儿。那些眼红的，就是吃饱了撑的。这俩就是舔狗，没出息。王叔婶子，你们这份情我记着了。翠呀，你别往心里去。婶子，你放心，等他们碰了壁，自然就回来了。
嫂子，看啥呢？你瞧，他们一辈子跟土地打交道，哪会做买卖？有什么说？这菜俺们也没卖过。婶子，你快进来坐，站楼下干啥呀？翠儿啊，婶子对不住你。嫂子，你真的不怪他吗？小妹，你记住，做生意不是跟人赌气，他们愿意回来，咱们就收，多一个货源，咱们就多一份底气。况且他们吃了亏，以后就知道跟着谁干了。接下来的日子，陆陆续续有人来找嫂子。老张头来了，低着头不敢看嫂子。张叔，这肉我给你称好了，还是原来的价。马村养鹅的那户人来了，嫂子也没为难他们，照样收了鹅蛋。王哥进来坐，鹅蛋我都收了。翠儿这人心胸大，换了别人早就把咱们踹了，就冲他这心胸，咱以后就跟着他干了。但嫂子心里清楚，光靠收购不是长久之计。来啦，快进屋，外面冷。翠，你这是干啥？有啥事你说就行了。王叔、婶子，我有件事儿想跟你们商量。现在找我卖菜的人越来越多，我一个人忙不过来。我想着你们能不能帮我？你们负责收菜，我负责卖，一斤菜给你们提2分钱。你是说让我们给你干活？不是给我干活，是咱们合伙。王叔，你们帮我收货，我给你们发工资，1个月保底50块，卖得好还有奖金。翠，你说真的？嫂子，这还能有假？明天我就给你们写个合同，咱们签了字按了手印儿就作数。易阳，跟你说个事儿，往后别去工地了。收菜这活虽然也累，但是挣得多，越往后越忙。靠我跟妈也是忙不过来，你就在家吧，也正好锻炼一下你沟通的能力。万一办错事儿得罪人，净给你添乱。我知道你怕出错，没事儿，我慢慢教你。俺听你的，俺好好学，绝不添乱。这就对了，咱们一步一步慢慢来。这个冬天似乎比往年都要暖和，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时间过得很快，夏天到了，俺的学业终于有了进展。咱们这日子只会越来越好。可没想到，等俺住校之后，麻烦事儿就开始接踵而至了。俺以为只要俺安安分分的，不惹事，就不会有麻烦。可就有那么一帮人，自己不努力，也看不惯别人努力。看他那傻样，还整天装努力，活该。这招俺并不陌生。妈，小妹咋的了？发生啥事儿了？你别哭，慢慢说，有嫂子在呢。嫂子，俺不想读了，俺想回家。宿舍里的人欺负俺，把俺的被子弄湿了。你安不怕，有嫂子在，没人再敢欺负你了。回家，咱们先回家。嫂子，这事儿除了咱们俩，你可别告诉别人啊。放心，我出来的时候爸妈都睡着了。哎，我可也听见看见了哈。你去学校。小妹，别怕，今天嫂子在，一定给你讨个公道，绝不让你白白受委屈。多大点事儿，至于兴师动众叫家长吗？真是玻璃心，装什么装？就是，不就是弄湿一床被子吗？陪他一床就是了，至于让你嫂子来学校闹？
这位家长，没必要这么较真儿。我让他们给你妹妹道个歉，再赔一双被子，这事儿就算了，免得影响孩子们的前途，也麻烦得很。主任，这不是小孩子打打闹闹，我妹妹好好读书，没招人没惹谁，他们故意弄湿她的被子。今天这事儿必须叫他们的家长来学校。喂，是王浩宇家长吗？谁这么大架子，还非得叫俺来学校？俺家孩子怎么了？不就是跟同学闹着玩吗？至于这么小题大做？是翠兰姐啊，俺不知道这是你家小妹，要是知道，俺肯定早就教训俺家丫头了。这大半年多亏翠兰姐了，才让家里挣了点小钱儿，都怪俺平时没教好她，害咱妹妹被欺负了。您放心，回去我一定好好教训她。你消消气儿哈。什么？原来她就是那个收菜的张翠兰。王大哥，你也别跟我来这套。今天这事儿你得给我一个说法，不然我家再也不收你家的菜，你也别想着再靠我家的生意赚钱。还愣着干啥？快给翠草家小妹道歉！念安，对不起，我们错了，以后再也不欺负你了。翠兰姐，您放心，俺以后一定好好管教这丫头，再也不会让她惹事了。是啊，是啊，以后学校会好好看管学生，不会再发生这种事了。嫂子，你以前不是教俺做人要以和为贵，不到万不得已不要与人结怨吗？念安，嫂子和家里人之所以这么努力的赚钱，起早贪黑，忙前忙后，就是为了你，为了咱们这个家。如果今天嫂子挣了钱，却还是护不住你，那俺们这么辛苦赚钱就失去了意义。谢谢嫂子，咱俩天下最最第一好。你这丫头就会哄嫂子开心。走，嫂子给你向老师请了假，带你去镇上逛街。这布料摸着挺不错的。这么好的料子做的这么老气，可惜了。连个收腰都没有，穿在身上跟套了个布口袋似的，这也太不好看了。桂芬啊，给我扯2尺那个藏青的布，我做个褂子，就按你墙上挂的那个样子裁。好嘞，这就给你扯，保证够。居然还在买这种老掉牙的款式。哦，我知道了，不是他们不想穿好看的，是他们根本没见过好看的。哎呀妈，这不就是商机吗？嫂子，你咋了？愣半天。妹儿啊，嫂子要去打工了。啥？先摸摸道，以后好开店。哎，哟，这不是李家的大少奶奶吗？你男人是窝囊废，靠卖力气赚那点辛苦钱，哪够你挥霍？不过啊，俺们锦绣坊可不是谁都能进的，得懂布料，会搭配，还得会招揽客户。你一个没读过多少书，只会撒泼耍横的农村妇女，怕是胜任不了吧？行不行得看老板，不是你说了算。嘴倒是挺硬，敢不敢跟俺比一比？输了就给俺道歉，承认不如俺，也不配做李一阳的媳妇儿。那个女的是来应聘的，看着就是个农村妇女，哪懂布料啊？肯定是张贵芬赢啊，人家毕竟干了这么久，又是老板面前的红人。听说她是李一阳的媳妇儿，李一阳那人看着就木讷，他媳妇儿能有啥本事？张贵芬一直喜欢李一阳，这下情敌上门，肯定要为难人家了。这应聘的怕是要栽跟头了。张贵芬肯定赢，这还有啥比的？大家安静一下，既然要比，俺就当裁判。好，分2轮比试，先比布料识别，再比穿搭搭配。就你还想跟俺比，必输无疑。这3块布料，你们分别说说材质、优缺点和适用款式。这是纯棉，柔软，适合做衣服。这第一种是平纹布，柔软透气，吸汗不闷，价格实惠，适合做夏天的衬衫衬裤。第2种是的确来，耐磨抗皱，不易变形，颜色鲜亮，适合做外套衬衫，就是透气性差点，贴身穿有点闷。第3种是人造棉，轻薄柔软，亲肤舒适，垂感好，适合做连衣裙汗衫，就是容易缩水，得手洗阴干。说的太对了，比俺这个老店主说的都详细。这有啥？运气好而已。第2轮俺肯定赢。用这2块布搭配2套穿搭，分属17、18岁和30、40岁。这样搭配肯定好看。
张桂芬依旧沿用老思路，做出来的衣服款式老气，甚至显得有些土气。而嫂子凭着当年在南方打工时见过的时尚款式，巧手搭配起来。这就对了。哦，也好看，太好看了！好，太好了！翠兰这搭配既时尚又实用。这场比试，翠兰获胜，俺录用你了。翠兰，俺让你做店院组长，工资比桂凤高。凭啥他刚来就当组长？真是不公平！以后这店就交给你了，好好干，俺看好你。总有一天，俺也能开启自己的服装店。这款淡蓝碎花衬你肤色，搭配浅色内衬最好看。太谢谢你了，姑娘，你推荐的太合适了。不客气。嫂子每天认真干活，不仅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做好，还凭着嘴甜会搭配，招揽了不少新客户。这款布料是俺们店卖的最好的，做出来的衣裳可时尚了，好多小姑娘都喜欢这款呢。要是有店又卖布料又卖现成衣服，就不用费心做了。俺要开一家属于自己的服装店。翅膀硬了，就想飞了。过了3个月，嫂子还是决定自己开店，向老板提交了辞职书。翠兰，你要辞职？翠兰啊，你别走，走了我可怎么办啊？俺给你涨工资，再加分红，你就留下吧。谢谢老板抬爱，俺还是想试试自己创业。也罢，俺祝你创业顺利，以后有需要尽管说。翠兰呐，你没开过店，万一赔了本，咱这日子可咋过呀？妈，你就把心放肚子里。俺在锦绣坊学透了裁剪搭配，还去南方进过货，懂城里人的喜好，肯定能做好。嫂子拿着攒下的钱，又从家里拿了一部分周转资金，跑遍了县城的大街小巷，终于盘下了一间位置不错的小店铺。盘下店铺那天，嫂子笑得合不拢嘴，亲自盯着装修。翠兰女装店，就叫这个。哎呀，真是啥地下啥？这衣服样式老气，料子差，一看就是便宜货，可别买，指不定是假货，穿了扎皮肤。流言蜚语飘得满街都是，吓得路过的人绕道走，店里更冷清了。嫂子见状也不跟他硬闹，而是想出了对策：第一，搞开业酬宾活动，用实惠吸引客户；第二，做免费搭配，凭着南方学来的时尚眼光，按身材肤色给顾客量身搭配；第三，严把质量关，进货时一件件摸，一件件看。嫂子还想到了一个妙招，她把俺妈做的手工鞋垫拿出来，凡是在店里买衣服的客户都免费送一双。俺妈的手工鞋垫针脚细密，柔软舒适，很多客户都是冲着鞋垫来的。进店看看，免费送俺妈亲手做的鞋垫，买衣裳鞋垫随便挑。这鞋垫针脚真密，摸着真厚实。更绝的是，嫂子灵机一动，把哥哥拉来当模特。站好，俺给你搭一身，保准精神。你看多精神，就这么站着，准能吸引客人。俺哥个子高，肩膀宽，模样周正，往店门口一站，精神又体面。慢点走，让大家看看版型。别怕。咱凭本事穿版，正大光明。你穿的好看，人家才知道咱衣裳好。
这衣裳穿起来真精神，价钱也实在。还有一位男顾客看上俺哥穿的外套，不好意思试。大哥，你试试，合身再买，不买也没事儿。看看俺家这料子。这天，张桂芬不死心，又带着姐妹来闹事儿。她一把抓起一件衬衫，用力揉得皱巴巴。大家都来看啊，这什么破衣服，一揉就皱，质量差到离谱。就是，这店就是坑人，卖的都是假货。俺妈吓得躲在嫂子身后，俺哥想上前却被嫂子拉住。桂芬，有事儿说事，别在店里撒野。嫂子不慌不忙走上前，从柜台下拿出正规进凭证和质量检测单，递到众人面前。你看好了，俺家衣服都是正规渠道进货，每一件都有凭据，质量经得起查，退货换货都好商量。周围围了不少看热闹的乡亲，你一言我一语。哎呦，原来人家有正规单子啊！张桂芬这是故意找茬。但你故意揉坏衣服，恶意损坏商品，必须照价赔偿。你造谣坏俺名声，真闹到派出所，警察信你空嘴，还是信俺盖了章的凭据？张桂芬，你自己日子过得不舒坦，就见不得别人好。俺媳妇儿起早贪黑进货摆摊儿，一分一厘都是凭良心挣的辛苦钱。你整天游手好闲，就会背后造谣、上门撒泼，欺负老实人。人家顾客都眼睛雪亮，就你一个跳梁小丑，丢不丢人？今天你不赔钱、不道歉，别想走出这个门儿。去派出所，俺们也占着理。对不起，我错了，我赔，我再也不敢了。翠兰大哥，你们做得好，以后买衣服就来你家。你看这个颜色多衬你。你看我身上穿的这件，哎，不错了，正好去买试试。期末考的前一周，整栋宿舍楼都泡在书本与刷题的紧张里。小妹，快，马上买票回家，出大事了！爸，到底怎么了？是不是家里出事了？你哥他在外头闯大祸了，他外面有人了。那女人挺着大肚子堵家门口了。我脑子里嗡嗡作响，下意识想起嫂子温柔坚强的模样。俺爸蹲在门槛边，眉头拧成死结，神情沉重。俺妈坐在炕沿抹眼泪，双手绞着围裙，满脸焦急。事到如今，只能走离婚那条路了。留不住了，只能把他赶出去。你们怎么能这样？凭什么要把嫂子赶出去？门口的陌生女人听闻俺的话，脸上的得意更甚。要走也是犯错的人走，该滚出家门的是他，不是俺嫂子。对呀，俺们说的就是要把你哥这个混账东西赶出家门。死寂中，屋门吱呀一声被推开，俺哥满身灰土，风尘仆仆，手里碰着一大束红玫瑰，瞬间定在原地。李阳，你这个渣男，你对得起俺嫂子吗？俺今天就替嫂子教训你！小妹，别打！小的，敢对不起翠兰！李一阳，不用解释了，你去收拾东西，咱们明天就离婚。媳妇儿，俺真的没有，俺根本不认识他呀。
你刚才说什么？你也叫李易阳？你找的根本不是俺，是俺工地上的工友，他冒用俺的名字骗你。你们全都误会俺了，俺真的是被冤枉的呀！陌生女人自知理亏，不敢再撒泼，脚步麻利的转身就走，走得又快又急，显然是要去找真正骗她的人算账。媳妇儿，你看，俺就说俺是被冤枉的吧，别生气了好不好？看你这傻样，跑这么急干什么？吓坏了吧？媳妇儿，这黑不溜秋的一堆字儿是啥呀？嫂子，这是产检单，你怀孕了？不然你以为是什么？这黑不溜秋的单子上装的可是你的娃。娃？俺当爹了！媳妇儿，谢谢你。傻样！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，太好了！咱家要添孙儿啦！翠兰受苦了，以后可得好好补补。一场乌龙闹剧以沉冤得雪，夫妻和好，全家喜迎投胎圆满收场。俺也安安心心在家待着，准备迎接期末考。可没过几天，俺却隐隐觉得家里的气氛又有点不对劲了，尤其是俺妈态度变得特别奇怪，让俺心里直发慌。妈，今天草莓新鲜，俺买了1斤，俺们一会儿洗了吃。俺妈眉头紧锁，满脸不悦，眼神刻意避开嫂子，起身快步走向厨房。俺站在旁边，心里咯噔一下，瞬间惊出一身冷汗。坏了，难道俺妈是嫌草莓太贵，觉得嫂子怀孕了还乱花钱，不懂得持家节俭？难不成之前那么和睦的婆媳俩，还是绕不过怀孕花钱婆媳矛盾这道坎儿？哎，别吃，翠儿啊，你现在怀着孕呢。俺昨天刚听专家说了，怀孕吃草莓不好，寒凉不干净，容易闹肚子。妈又较真儿了。可是啊，这个东西呢，它是有一定的道理的。首选草莓、猕猴桃、蓝莓，富含维 C， 补铁补叶酸，安全又营养，放心吃，不用忌口。专家说可以吃，还挺好的啊。俺妈这态度转变的比翻书还快，紧接着俺妈就掏出她的宝贝小本本，准备记笔记了，一笔一画写的那叫一个认真。嫂子瞅着俺妈这认真劲儿，都忍不住笑了，接着就把草莓送进嘴里，甜滋滋的，看着都香。够吃不？不够妈再去集市给你买2斤。俺站在一旁，心里瞬间就笑出声了。俺妈可真有意思，嘴硬心软。原来俺妈不是恶婆婆。日子一天天安稳流淌，转眼就到了嫂子分娩那天。手术室那红灯亮的晃眼，走廊静的都能听见自个儿心跳。俺哥背着手来回溜达，脸白的跟纸一样，嘴抿得死死的，手心全是冷汗，紧张的腿都直哆嗦，还总扒着门缝往里抽，急得直打转，跟热锅上的蚂蚁没啥两样，盼着里头早点传出好消息。你们是病人家属吗？医生，保大的，俺们一定得保大的，孩子不重要，大人平平安安就中。大哥别紧张，这是顺转剖的同意书，孕妇力气耗光了，得改剖腹产，大人孩子都安全。闹了半天是场虚惊，可把俺们一家人的心都揪到嗓子眼了。俺哥赶紧上前接笔签字，可紧张劲儿还没过去，手一个劲儿哆嗦，写出来的字歪歪扭扭，都快认不出来了。时间1分1秒熬着，熬到后半夜2点半，手术室那红灯可算灭了。恭喜母女平安，嫂子被推出来送病房。平日里那么能干硬朗，连生病都不咋吭声的人，这会儿虚弱的不行，眉头还皱着，怕是累到极致了。嫂子为这个家真是付出太多，遭老罪了。得赶紧回家熬粥煮红糖鸡蛋，趁热给他送来，好好补补身子。最后就剩下俺跟俺哥守在医院，一边陪着病床上的嫂子，一边守着刚落地小只软乎乎的小侄女。出院这天，俺妈早就提前挑好了干净舒坦、采光贼好的月子中心，从头到尾亲自接送，一点不马虎。儿啊，这屋子可真好，温度刚刚好，不冷也不热，还有大太阳照着，天天能给娃晒黄伞。你在这坐月子养身子，再合适不过了。嫂子本来压根儿不想住月子中心，觉着浪费钱，也觉得没啥必要，张嘴就想跟俺妈说回家休养就行。要住必须住。月子里就得好好养着，不能累着，不能吹风，更不能受凉。俺当年没人好好伺候，落下一辈子头疼的毛病，你可不能跟俺一样遭这份罪。俺后来才知道，俺妈这辈子命太苦，爹娘走得早，啥依靠都没有。生俺哥那时候家里穷，就知道埋头干活做家务。那年夏天日头毒得吓人，俺爸啥也不懂，没给俺妈包头巾，一吹风就疼，一累着也疼，缠了一辈子。
到了月子中心，俺妈干脆直接搬过来住着，寸步不离陪着嫂子，带娃、洗衣、端水、做饭，啥都干。夜里起来帮着喂奶、换尿布，从来不说一个累字。有天夜里，小家伙好不容易睡踏实了，病房里静悄悄的，一点动静都没有。嫂子刻意忍着没敢出声，可还是把浅睡的俺妈给惊醒了。哎呦，怎么哭了？是不是伤口疼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俺赶紧叫医生。妈，我没事儿，我就是觉得自己太幸运了。以前俺一个人，没人疼没人管，啥都得靠自个儿，就跟没人要的悍妇一样。现在俺有家了，有你们疼俺宠俺，把俺当宝贝似的带着，俺真的太幸运了。是啊，嫂子是幸运的，可真正幸运的又何止她一个人。时光一晃，几年过去，转眼到了我研究生毕业这年，我穿着学士服站在学校大礼堂领奖台上，作为学院优秀毕业生上台领奖。台下我哥抱着已经会笑会挥手的小侄女，一家整整齐齐5个人，5张笑脸，满眼欣慰望着台上的我，不负自己，也不负家人期盼。今年我28岁，人生没有白走的路，任何时候出发都刚刚好，就像嫂子曾经笑着跟我说的那样。别怕难，日子往前走，我们的人生才刚刚开始。从来都没有太晚的开始，所有风雨往后余生皆是晴天。